美国总统拜登20号突访乌克兰，在基辅停留数小时。这是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国际舆论均以出乎意料、令人惊讶来形容拜登此访。乌克兰危机1周年前夕，拜登旋风访问基辅，想传递什么信号？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拜登抵达基辅。基辅独立报网站报道，拜登突访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别前往迎接。美国白宫当天在其官网也发布了相关声明，证实了此次访问。声明中称，在俄乌冲突即将1周年之际，我今天在基辅与泽连斯基总统会面，重申我们对乌克兰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声明提到，在基辅，拜登与泽连斯基及其团队会面，会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拜登将宣布再次交付关键设备，包括火炮弹药、反坦克武器系统和防空反导雷达。拜登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具体信息，并将宣布对俄精英和公司实施额外制裁。The other $500 million we're announcing with you today and tomorrow, and that's ju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iece. And just today, that announcement includes artillery ammunition for HIMARS and howitzers, more javelins, anti-armor systems, air surveillance radars to help protect Ukrainian people from aerial bombardments. Ukraine is grateful to you, Mr. President, to all the U.S. citizens. 此外，从乌克兰本地电视台 UATV 释出的画面可以看到，拜登与乌克兰高级官员挨个见面时，还自行透露，这是他第8次来到基辅。Asked me how many times I've been here. I had to count. Even my 8th time. Well, it's never enough. I'm looking for a passport. 这是拜登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BBC 称，这次访问出人意料，拜登此行可谓保密到家。白宫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了拜登访乌行程，导致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结束之后，才有欧洲本地的自由媒体人拍摄到了拜登现身基辅的影像画面。此前，白宫还大搞障眼法，在19号对外公布，拜登将于21号抵达波兰华沙开启访问，计划与波兰总统杜达会面后，在华沙城堡发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在同一天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针对美媒提出拜登会否借访问波兰过境乌克兰，当时白宫不仅三缄其口，还在19号晚上特意发布了一份20号的公开日程，显示拜登仍在华盛顿，而实际上拜登早已离开。美国《纽约时报》披露，出于安全考虑，拜登对基辅的访问是秘密进行的。18号晚，拜登和妻子一家在餐馆罕见的共进晚餐，之后他就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离开了华盛顿。飞抵波兰后，拜登从边境坐了1个小时的火车进入乌克兰。拜登去年访问波兰时就曾表示有兴趣到乌克兰看看，但出于安全原因，他不能跨越边界。但去年1年，拜登政府屡屡派出高级官员访乌，也为拜登的基辅之行探索可行的交通方式。曾到访基辅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美国防长奥斯汀都是选择从波兰乘坐过夜火车的方式抵乌，在基辅停留几个小时，然后再乘火车离开，不在当地逗留过夜。美方评估，比起直飞基辅承受可能被导弹袭击的风险，以过夜火车的方式访问乌克兰更安全。美媒普遍认为，拜登在出行安全经过多次检验后突访基辅，正值俄乌冲突将满1周年的关键时刻，政治意味浓厚。如今，俄罗斯正为预期的春季进攻做准备，乌克兰则希望尽快夺回领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连月来一直在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坦克和弹药，希望能改变战场局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随着乌克兰冲突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新阶段，拜登以戏剧化的个人方式展现了他对乌克兰的承诺。观察指出，拜登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节点访乌，是为了回应多方压力。连月来，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砸入重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12月底访问美国后，美国会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近500亿美元的额外紧急援助，使得自冲突以来，美国批准对乌军援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但乌克兰在战场上并未取得对俄明显优势，使得早就不满的国会共和党人开始对拜登叫板。新上任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就要求拜登政府结束对乌克兰的空白支票。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不断突破对乌援助的红线，军援的武器从防御性逐渐转为进攻性，承诺提供 M1艾布拉姆斯坦克。在美国的带领下，其他的北约国家也纷纷向乌提供主战坦克。但即便如此，乌克兰近期仍然在巴赫穆特战线节节败退。拜登的一名顾问向美媒透露，拜登已经把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作为他重振欧洲联盟的核心。他希望纪念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以此向盟友保证，他的政府仍在信守承诺。但拜登此访也令舆论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感到不乐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直言，尽管美国官员认为提供大量武器令乌克兰在战场取得胜利，能够让泽连斯基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但目前仍不清楚泽连斯基究竟要如何才能接受和平谈判。而美方对于和平解决冲突也始终态度暧昧，只是不停表态，要由乌克兰方面来决定。好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管尧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带来今天的现场连线。那么管先生，第一个问题给到您啊，今天美国总统拜登是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并共同见记者。那么管先生，您觉得拜登为何选在此时突然访乌呢？是的，这确实是一次突然的一个访问，而且呢，现在拜登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乌克兰，可以说是旋风式的访问。那么为何要选在此时？当然，我们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本周呢，俄乌冲突会迎来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冲突爆发1周年。那我们也知道，在刚刚落幕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那么可以说各方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那么还是俄乌冲突。同时呢，外界也普遍预期，在明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要就相关的这个事态会要做一个全面的这个阐述。所以选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拜登他在基辅也做出了表态，还是要宣示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支持。但是我想更大的一个动机，他恐怕还是寄望于通过这次访问来收获更多的关注，收获更多的注意力，甚至是收获更多的所谓的外交利益。那么实际上在国内他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内政的压力。白宫此前只公布了拜登访问波兰的确切的行程，并且一直在否认有所谓的访问安排。那么为什么美方要对拜登访问大放烟雾弹呢？确实是这个烟雾弹。那么实际上，拜登的访问的这个专机啊，他离开美国，在位于马里兰州的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他是刻意的选在周日的这个凌晨的时分，按照美媒的报道，是在夜幕之下进行的。那么同时呢，他抵达乌克兰是在早晨的这个8点。那么为什么是有做出这样的这个安排？甚至白宫此前一再否认，恐怕一方面那当然是安全的这种考量，它都是在这个到了这个基辅之后才会对外进行这个公开。同时，另外一方面恐怕也是要制造更多的这个悬念和噱头，也是要收获更多的这样的外交利益。那么在您看来啊，拜登此访有哪些看点呢？拜登他在基辅明确表示，他要宣示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支持。同时啊，他这个也在访问中，那么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再度的这个强烈的暗示，他和拜登就关于所谓的这个军援进行了深入的这个探讨，甚至是触及到这个乌克兰方面一直在强调希望获取的这种所谓的远程的这个武器。同时呢，拜登也在这次访问中宣布了对乌克兰要提供5亿美元的这个特别的这样的这个援助。所以很大程度上，拜登是要这个宣示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支持。同时呢，他也在强调要宣示所谓美西方在这个俄乌冲突上的还是来展现出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团结的这个态势。但是呢，我们看不到这种所谓劝和促谈的任何的这个迹象。拜登的他的这个意图非常明确，继续往下打，甚至是不惜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样的这个态势是非常明确的。我想这个恐怕也是非常悲哀的一点。那您刚刚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俄乌冲突即将迎来1周年。那您如何前瞻冲突的走向呢？
那现在从美西方展开的这种态势，甚至是那么包括拜登接下来还要会对波兰进行的这个访问，那么这个恐怕也是都是会在外界尤其关切他的在这一次的欧洲行中，他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关切的一点，那么就是上周啊，美国的这个独立调查记者已经爆出了一个所谓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起底，那么就是拜登总统，他是作为这个下令这个轰炸炸毁北溪这个海底的这个油气管道的最终的这个决策者。那么在上周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我注意到美国记者是没有这个不够胆来提这个所谓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追问，拜登你到底是不是这个下达这个决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决策人呢？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事件中，那么最大利益受损方是欧洲，尤其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国家德国，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的这些个周边的国家。那么拜登在这一次访问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实际上给众多去追访这条新闻的这些欧洲记者，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近身接触拜登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追问是，美国记者不敢问，那么现在我想问的是，欧洲记者你们有没有胆量，有没有胆识来提这个可以说是关切自身最大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追问，把这个追问抛给美国总统呢？我非常关切这个事态的发展。谢谢。